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温度高达100万度的宇宙气泡里。这并不是什么科幻小说故事，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天文现象。当15颗超新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得很近的地方接连爆炸时，那动静可真不是一般的大。这么剧烈的事件会彻底改变它爆发区域周围的太空环境。那些爆炸瞬间产生的冲击波，把星际尘埃全都扫得一干二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低密度物质空洞。还有一道冲击波，直到今天还在星系里以每秒6公里的速度狂奔，而在它身后留下了温度高达100万摄氏度的等离子体。这种星际介质被打成筛子又被加热的现象，现在被称为热气泡。它既标志着恒星的终结，也预示着恒星的新生。但这可不是藏在宇宙某个遥远角落的陌生结构，也不是说我们正在飞向它，而是我们就在它的里面，还直挺挺地往它的爆炸核心方向冲。科学家们现在才意识到，这就是太阳系周围的环境。我们现在对它还在持续的探索当中，但它的本质越来越清晰了。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还有没有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的东西？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探索恒星爆炸后的遗迹，聊聊科学家们最初是怎么发现我们正处在一场大灾难中心的。其实本地热气泡这个概念，起初我们并不知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通过观测全天探测到的低能 X 射线辐射，首次提出了它的存在。当时推测它是星际介质中的一个巨大空洞，也就是所谓的超级气泡，里面是又稀薄又高温的气体，温度高达100万度。但当时也有人质疑说，这些 X 射线也有可能是中性原子跟太阳风互动产生的，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来自什么巨大气泡。但很快一系列证据就表明当年的猜想是对的。2014年，美国宇航局 NASA 通过本地银河任务 DXL 确认了本地热气泡 LHB 的存在。虽然柔和的背景辐射可能来自其他源头，比如彗星，但这项任务发现，在弥漫的低能 X 射线中，只有 40% 来自太阳系内部。这就说明绝大多数 X 射线是从一个100万度的星际等离子区域发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本地热气泡。不过虽然证实了气泡的存在，但关于是什么造就了这么大的空洞，以及如何解释周围成千上万的年轻恒星，这些问题依旧还没解决。而主流解释很简单，也很硬核，这个气泡是大约15颗超新星爆炸留下的产物，而且爆炸发生的位置还非常近，相隔的时间也不长，可能是在几百万年之内陆续爆炸的。科学家估计，这些大规模恒星爆炸中，最早的一次大约发生在1400万年前，每一次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把周围的星际物质推出去，还把剩下的气体加热到了极端温度。我们甚至还能在地球上找到这些远古爆炸留下的证据，它们就藏在海底沉积物里，以一种特殊的同位素形式存在，那就是铁六石。这种放射性同位素的来源不多，但最常见的来源被认为是超新星爆发。我们知道这种同位素来自地球之外，因为地球自己没法产生铁六石，而且在月球上也发现了对应的沉积物。铁六石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知道它的半衰期，还知道它会先衰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同位素钴六石，最后衰变成稳定元素镍六石。铁六石的半衰期是260万年，而钴六石的半衰期很短，只有 5.3 年。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发现含有这些元素的沉积物时，科学家就能通过对比铁六石、钴六石和镍六石的含量，就像看元素时钟一样，推算出这些物质是在什么时候沉积到地球上的。幸运的是，过去几十年里，国际科研团队确实找到了不少这样的沉积样本。2016年，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深海地壳样本中发现了铁六石沉积物，这表明放射性碎片有2个明显的沉积高峰，说明在不算太久远的过去，太阳系附近发生过几次超新星事件，距离我们大概只有326光年。这些样本显示，大约在320万年前到170万年前有一波铁六石激增，再往前，在650万年到870万年前之间也有一波明显增长。一位研究这些沉积物的核物理学家安东·瓦尔纳说，从较近那波铁六石持续了150万年来看，很可能不止一次爆炸，而是一连串超新星爆炸，像接力棒一样轮流炸开。研究这些数据的另一位天体物理学家迪特尔·布赖奇施维特找到了这些超新星爆发的可能源头，应该就发生在距离太阳196到423光年的地方。造就我们本地热气泡的这些超新星，可能来自一个正在衰老的星团，剩下还活着的恒星现在被归纳到天蝎座半人马座恒星群。利用铁六石的沉积数据，科学家甚至追踪到其中2颗超新星的爆炸时间，一颗大约在150万年前爆炸，另一颗则是在230万年前，而这2颗星的质量分别是太阳的 8.8 倍和 9.2 倍。
我们所在的这个本地热气泡现在还在扩大，只是速度比几百万年前超新星爆发时慢多了。天体物理学家凯瑟琳·朱克说，现在它的膨胀速度已经稳定在每秒约6公里。2022年，朱克发表了一篇重量级论文，重现了我们银河系周边的演化过程，还追踪了一整串事件，从本地热气泡的诞生到现在周围新生恒星的出现。朱克的团队利用的是欧洲航天局盖亚望远镜的数据，构建了一个 3D 时空地图。地图显示，在地球周围500光年内，所有年轻恒星和恒星形成区都位于本地热气泡的表面。借助这些 3D 位置和星团的 3D 运动轨迹，他们追溯了本地热气泡周边2000万年来的恒星形成历史。结论很明显，太阳系周边所有知名的恒星形成区基本都是在本地气泡扩张的过程中被气泡扫过并挤压气体形成的。恒星孕育区是我们一直在深入研究的领域，尤其是随着望远镜拍摄的新图像不断涌现。这是一张壮观的眼停座暗星云图像，它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孕育区之一，由托洛洛山美洲际天文台的布兰科4米望远镜上的暗能量相机拍摄。科学家通过研究星云内部恒星光线的传播，能进一步分析恒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地热气泡对银河系的影响。从1400万年前本地热气泡诞生开始，朱克和他的团队发现气泡外壳上有4个恒星形成时期。大约从1600万年前开始，我们看到了上半人马座豺狼座星团的诞生，之后是下半人马座南十字座星团，这2个星团相距约49光年，而大约1400万年前，正是这些恒星群中的恒星爆发成超新星，造就了我们的本地热气泡。大约1000万年前，本地热气泡形成后的第一个恒星形成期开始了。上天蝎座、星协和更古老的蛇夫座恒星群就在这个时期诞生。600万年前，第2个恒星形成期催生了南冕座和金牛座的古老恒星，然后在大约200万年前，第3个时期诞生了豺狼座、眼停座的恒星，以及金牛座和蛇夫座更年轻的恒星群。而我们现在正处在第4个恒星形成期。科学家也观察到了气泡边缘周围的高密度恒星孕育气体带，这些云气最终会继续孕育出更多新恒星。说到这么多恒星的诞生，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竟然是个外来者。太阳并不是在本地气泡里形成的。事实上，当 UCL 和 LCC 星团的第一颗超新星爆发时，太阳还在978光年外。直到大约500万年前，它沿着银河轨道一路走，才飘进了这个气泡。科学家还根据太阳的轨迹模拟出了它的移动路线。从黄色圆点标出的轨迹能看到，这是太阳进入本地气泡之前的位置。而现在，纯属巧合。太阳刚好位于本地热气泡的中心附近。你可能会好奇，既然这里的等离子体温度能达到100万度，那为啥我们不会被烤熟？关键就在于等离子体的密度。看这张朱克2022年论文里的 3D 地图，图里本地热气泡被标成了深蓝色，气泡内部的密度极低极低，氢的含量比普通星际空间还稀少100倍左右。所以虽然这种气体的温度飙升到约100万凯尔文，还会释放 X 射线辐射，但密度太低了，连热量都传不出来，对我们完全没影响，也不会把地球烤熟。追踪气泡内部的温度变化也成了科学家确认它存在的重要证据。扩展伦琴成像望远镜阵列调查，收集到了迄今为止最清晰、最详细的全天软 X 射线观测数据。借助这些数据，科学家成功绘制出更细致的本地热气泡和我们太阳系周边的地图。2019年 eROSITA X 射线望远镜搭载俄德联合任务光谱伦琴伽马发射升空。马克思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领导的科学家团队利用它的数据构建了本地热气泡的 3D 地图，还发现了温度梯度。银河南部比银河北部稍热一些，这温度差可能是因为过去几百万年里的超新星爆炸方向不均。在绘制气泡地图时，团队还发现本地热气泡向银道半球的2极延伸，这是因为气泡里的热气体总是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膨胀，而这个方向恰好是远离银河系盘面的地方。除了确定温度变化和气泡形状，团队还整合了这些数据和其他信息，绘制出了更详细的银河系周边地图。在这张新 3D 地图里，我们的本地热气泡看起来像一个由蓝、白、黄、红组成的 3D 非键状结构，周围环绕着甚至与其他星系结构重叠。这些结构包括已知的超新星遗迹，比如这里用红色标出的古母星云，还有这个淡蓝色的 GSH238+0+9，以及橙色标出的密集分子云。有了新数据和 3D 地图后，发现这种超级气泡在我们星系里似乎很常见，这让银河系看起来有点像瑞士奶酪。这个瑞士奶酪星系里的空洞都是被巨大的超新星爆发炸出来的，
而星恒星就沿着这些死亡恒星造就的空洞边缘形成，而且和瑞士奶酪一样，有些超级气泡之间似乎有隧道相连。这意味着我们的本地热气泡可能是整个星系里类似结构组成的复杂网络的一部分。比如大犬座隧道就位于银河系盘面上，据信它连接着我们的本地热气泡和古母星云，或者附近另一个更大的超级气泡。但这张新 3D 地图还发现了另一个之前未知的星际隧道，它朝着半人马座延伸，可能把我们的本地气泡和邻近的撸牌超级气泡连接了起来。我们目前对这些结构的了解还很有限，尽管如此，这些由巨型古老恒星死亡塑造的热气体隧道和恒星形成气泡，还是让我惊叹于我们银河系周边演化的力量和关联性。这说明恒星并非孤立地诞生和死亡，它们释放的能量在消亡几百万年后，还在持续塑造着周围的环境。而且随着观测工具越来越精密，我们开始逐渐揭开这些隐藏结构的全貌。下次你仰望夜空时，不妨提醒自己，我们被各种奇妙的图案包围着，就像银河系里这个由远古大灾难雕琢而成的本地气泡一样。而你看到的那些星星，有些其实就贴在超新星炸开的空洞壁上，这些空洞通过星际隧道和星系的其他部分相连。